在贵州思南县的深山里，惊现神秘铁皮房，房子建在陡峭的崖壁之上，脚下就是万丈深渊，看着就让人心惊胆战。究竟是谁会在悬崖上建房子，又在上面做什么？今天就跟着镜头，我们去一探究竟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贵州思南县的大山里面，那座铁皮房就在我身后的这座悬崖绝壁之上。我也很好奇啊，到底是谁会把房子建在这种悬崖之上？抱着一颗好奇的心呢，今天我们就上去看一下。我们上去的话，应该要徒步40分钟左右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出发。现在我们只能把车开到这个位置了，只能把车停到这里。这个位置的话，刚好是这座山的山脚下。我看到这边有一间寺庙，这条路应该就是为了这间寺庙而修的，因为它是没有硬化的一条毛路进来。我们去看看这间寺庙。这间寺庙我看到门全部是上锁的，是没有开放的，应该是要庙会的时候他们才会打开。上面写的是凤凰山寺。没开门的话，我们直接上山吧。今天的天气也是非常的不错啊，阳光明媚的，很适合爬山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开始上山。我们看前方这个路真的更陡峭了，真的几乎是垂直90度的。还好它路的话，它不是一条直线，它是这种有转角的。我们来看看上面那个铁皮房就在这个位置。我很好奇它那个材料到底是怎么运上去的。这一段路特别的难走，因为它真的是太垂直了，而且它是一条直线。它简单的挖了这种坎，并没有铺装的，而且上面有这种小石子，走的时候还有点打滑。所以说我们要弯着身子，要么就手脚并用，拉住边上这些草，慢慢的走。我们现在走了这么久，应该走了10来分钟了吧，还没有到那个岩壁之下，岩壁还在前方，我们还要继续爬。这条路上来真的是特别的垂直，走路上来特别的费劲啊。现在我们来回过头看一看，我就是从下面那间房子那里上来的，那间房子就是寺庙。那现在我们走了10多分钟了，才走到这个位置。想要到达山顶的话，最少还有20多分钟。这个地方真的是太难走了。现在我们马上就到达这个岩壁之下了。我看到岩壁上这个位置还有碑文，我们上去看一看，上面刻了些什么文字。它这个字啊特别小，看不清楚啊，站在下方。我看到边上这里还有，这些石头上全部刻的有文字。这些好像全是人的名字吧。这里还有一个小池子，但是已经干枯了。我们看看这边，这里有一个小山洞，里面也是什么都没有。这边上这是干嘛的呀？还有一个小平台，这些石头都是人工雕刻过的，人工打磨的全是。边上这个石头也是有人工打磨的痕迹。现在我们就从这边上那个山谷，到了山谷之后就快了，还有10多分钟就能到达上面那个铁皮房了。现在是春天啊，两边全是这种绿叶，也是非常的漂亮。这个地方的空气真的非常的清新。现在我们就开始进入这条山谷了。到这条山谷的话，就离上方不远了，马上就能到了。这上面的话就是一条很大的山谷，两边都是悬崖绝壁。铁皮房的话就在这边这座悬崖绝壁之上。我们看这个绝壁真的非常的垂直，像刀削斧砍一般，太不可思议了。这一路上来全是陡峭的小路啊，这个山谷里面的风好大，特别的凉快。因为它在2座大山之间嘛，刚好这个风的话就从这个山谷里面吹过，太凉快了。这路上也是有很多的杂草啊，
这上面也是很少有人涉足的。那回过头看看这座山谷，真的特别的险峻，我们就从最底下那里走上来的。这座山谷的话，两边都是这种大山，像一座山门一样的。它刚好风的话就从这个山门里面吹进来，特别的凉快。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到了，这个地方有一个岔路口，它两边都是可以走的。这边的话也是杂草丛生。我看到左边这里有一道山门，我们从这边走，因为它在这边这片山上嘛，应该就在前方了。我们从这里走过去，这里还修了有石梯。这边有一块牌匾，重修碑记，这上面应该也是一座寺庙，不知道有没有守庙人。我们过去看一看。我看到这个地方石梯上全是百合花，你们看，好多啊！这里全是这种野生百合，特别的多。要是开花的时候来，应该这个地方挺漂亮的，因为路上全是野生百合。这个位置是一条绝壁栈道，下面就是万丈深渊悬崖绝壁，只不过长满了一些树木，看起来不是特别的吓人。但是我们走的话，靠里面一点，小心一点。现在我们终于到了，铁皮房就在前方，就在隐蔽之下。现在我们过去看看。这右边这个绝壁上，我看到有一些树木，它是从这个岩缝之中长出来的，里面的话也是没有泥土啊，它到底是怎么生存的？这真的是夹缝之中求生存了，感叹大自然的生命力。我们走过去看看。我看到这地上有很多的这种圆孔，这种应该就是地骨瘤，是一种药材，特别多啊，这路上全是。这里有一个木架子，不知道干嘛用的。这边上堆放了一大堆的木材，这应该是以前的寺庙拆建的时候把材料放在这里的，一大堆呀。这个位置也是人工开凿的。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光滑呀，这不知道是干嘛用的。我们来看看这边上，这边上有很多的大石头，这块石头看起来摇摇欲坠呀，感觉要随时掉下去一样，但是它边上还是很牢固的。我们来看看下面，下面就是万丈深渊了，悬崖绝壁，对面就是施兰县城了。站在这里，我们能俯瞰整个施兰县，下方的风景真的是一览无余啊！贵州这个地方真的是太漂亮了，施兰也是特别的漂亮，在这个大山里面，对面呢我们能看到很多的高楼大厦。我们到里面去看一下，这边上有一根木棍，不知道干嘛用的。这里面它就是一间寺庙，而且非常的简陋啊，它就是靠这种木棍，然后简单的搭建起来的，上面就是盖的铁皮，边上也是有很多的铁皮，这应该是用来保护安全的，起到一个防护的作用。这块石头看起来它特别的光滑，应该是经常有人触摸，真的非常的光滑。这里有一个圆孔，这应该就是插香烛的地方。因为这里有一个圆孔，也是插了有香烛。这边上这个应该是木盘吧，古人的时候会在这里写字，就把这个当桌子来使用。它四周全是这种很光滑的，经常有人触摸才能如此的光滑。这座寺庙应该历史非常的久远啊。我们看这边上这一排全是雕像，上面写的是凤凰山寺。跟下面一样的，都是叫凤凰山寺。它的上面就是一座寺庙，这边上这些全是雕像，这里有很多小的雕像，这里有一些古老的玩意儿，应该是以前留下来的。我们往这边再走走。这尊小雕像应该就是财神了。因为他手里面捧一个金运宝嘛，这地上全是香灰啊，
满地的香灰。这个地方还有一大堆，看来这个位置香火还是比较鼎盛的。这边上也是堆了一堆的这种木板，边上也是有很多的大石头，它就是起到安全的作用嘛。天然的城墙，这下面就是绝壁。这座山的话也是非常的垂直，万丈深渊。我们去看看对面能不能过得去啊？这里是什么都没有，有一些废弃的平平。这边可以过去的。这个位置看起来是比较险峻的，但是实际上挺宽的，我们靠里面一点还是没有关系的。这里有一些百合花，它就长在这个绝壁的边缘，下方真的是特别的高呀。这里，我们看看这边，这个位置就过不去了，对面也是什么都没有，全是绝壁。我看到这里有很多的野生百合花，目测有20多棵，全部你看这里到处都是。等到它开花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应该特别的漂亮。我们的车就在这个位置，我们是从这里走上来的，看着没有多远了，垂直距离的话就300米左右，但是我们走了40-50分钟吧。我们站在这边来看看这座寺庙，它刚好建在这个隐蔽之下，下雨的时候它是淋不着的，但是上面盖那个铁皮的话，是应该防止吹风的时候会把雨水给它吹进来吧，所以说用那个铁皮给它盖了一下。以前这个位置应该是纯木建筑的，就以前最古老的寺庙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重建的、重新修建的寺庙。古人也是太厉害了，居然把寺庙修建在这个悬崖绝壁之上。好，今天的探索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